高金素梅被检察官求刑12年6个月，很重啊，哦，那是重罪，而且说他饭后态度不佳，所以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当时我那个亮票也说我饭后态度不佳，要请法官从重量刑。什么叫饭后态度佳？什么叫饭后态度不佳？所以饭后态度说，我错了，我认罪了，我都错了。哎，辩护都不能辩一下，不能说哎我为什么理由？这就看我狡辩，言辞狡辩哦，哪有这种事情啊？这本来当事人替自己辩护是他的权利嘛，哦，这个就饭后态度不佳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只要饭后佳，只要承认错，就可以你减轻其刑。只要不承认哦，只要狡辩，只要说自己的理由，就是饭后态度不佳哦。我不知道他怎么讲他饭后态度不佳，但我自己有经验，我知道我被起诉的时候说我饭后态度不佳是因为这个理由，好吧？那这个他被这个说他领了助理费787万了哦，你看饭后态度不佳，求刑12年半哦，加重其刑哦。那高金素梅说黑夜一定会结束了哈，他几个东西，一个是助理。一个是他5年以前那个时候那个 COVID-19 的他进口到的疫苗，因为台湾快筛剂，快筛剂，因为那时候不够嘛，哦，所以呢要测到底有没有病啊。我们那个时候口罩也不够，快筛也不够，疫苗什么都不够了，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不少大陆朋友问我说要不要，但是我就想算了。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可能比较需要就要了哈。好，现在这个有罪，违反这个什么法令。好，那另外今天又传出来说他的弟弟叫做高金建华买了什么恋长安哦，说豪宅，1年半以后呢，转给他这次也被起诉16年的张俊杰，他的核心助理的女儿哦。然后呢，这个因为张俊杰是高金的幕僚，然后呢说他那么年轻怎么买得起呢？那张俊杰的女儿承认说是做他爸爸的人头哦。那爸爸做一个高金的助理拿来的这个钱呢哦，所以又被说是不是挂名哦？哇，这个，而且说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哈？那么将来呢，这个钱有没有是红钱？又传到红钱哦，所以呢，现在高家姐弟媳4个人通通被起诉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律师说呢，如果涉及到红钱，可能会难逃反渗透法哈。但是你现在没有证据啊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就说赖清德这个叫做政府叫做清算追杀。入人于罪太好用，因为现在有17个在蓝白立委都有案在身，17个，国民党这个52个立委，加上民众党8个立委60个，加上2个无党籍的62个，居然有17个立委有案在身，哦，所以为什么立法院现在几乎都不休会了？这怎么一直在开呢？为什么一直在开呢？因为他怕立法院呢，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委除非是现行犯不得逮捕，哦，所以呢。他们如果休会就没有这个规定了，哦，所以呢一直开。我常常觉得怎么刚休会怎么又开了呢？哦，就是因为呢大家也怕，就民进党趁机把他们都抓起来，哦，所以呢现在不休会，哦，那怎么搞成这样？所以我有几个立委告诉我，现在当立委真是当然没有成就感，没事就被人家这个入人于罪，然后呢又不能休会，一路这样开，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法案经过讨论辩论3读通过了，那边不公布不附属，那法案等于没用，弄了半天法案冻在那个地方，那立委干什么？只有你民进党喜欢的法律才能通过，不喜欢法律根本不公布不实施，哦，所以很多立委跟我讲，哎呀，真的辛苦，也很辛苦，早上什么游览车还要去送，晚上什么倒垃圾还要去看，搞些什么？是不是？这立委搞成什么东西哈？那好吧，民进党说不要哇哇叫了，什么清算你们？没有清算你们了，哦。那沈伯洋说，不管哪个党派涉案都会被查了，高金不实施法迫害了哈。然后呢，范云说不要再延会的啦，哦，该休息就休息了，不要把延会当成金钟罩了哈。那王宏威说，那无乃人保护伞谁给的？哦，为什么到现在没抓到呢？这么多年了，怎样？再过2-3年就那个期限就满了，看一下。遭检方求刑12年半，时隔1天，立委高金素梅挂着笑脸，照样进入立法院。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信心喊话，因为前一天北检侦结以涉诈助理费、输入快筛试剂等3案将他求刑12年半，而他的办公室主任歌手马子卡的岳父张俊杰则比他更重，遭求刑16年。事后高金素梅在脸书解释，起诉书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销和名媛文创，我要强调没有成立公司，也没出资，都是一群常年热爱原住民文化的朋友们为了部落经济所搭建起来的平台。至于新冠快筛试剂，在当年疫苗和快筛都2缺的紧急情况下，不但人民恐慌、缺乏资源的原住民部落情况更是严峻。身为一个立法委员，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这一般人存折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啦，他们找出来就存折那么多，被起诉的人其实也不用哇哇叫。绿营呼吁有什么不满就到法庭上讲，并进一步指控蓝白两党在把会期延长，就是为了高金素梅等人撑开司法保护伞。蓝白哦，请让这17位有案在身的立委好好的面对司法。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真的严重到要求刑12年半吗？因此蓝营也忧心，这是绿营要扭转国会少数困境，在2028选前采取的必要之举。而且就在侦结之后，更有周刊爆料，检调追查到高金家族资金流向，发现亲人名下近年出现多笔台北市豪宅的交易记录。欲加之罪，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搬出心经回应，即便被检方求以重刑，高金素梅对自身清白有信心。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情哈，因为分4大部分，第一个叫助理费，第二个叫育儿津贴，第3个叫做快筛，第4个叫做拿了补助以后没有办活动。那观众朋友，第4个部分其实跟高金素梅无关。因为他办公室主任张俊杰说，这个是我们申请，这不没有跟委员无关，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北检啊，12年6个月起诉是很重。可是其实我知道高金素梅委员毕竟是有声量跟影响力的立委，他们也不敢就一次就是起诉，他这部分完全就没有起诉他哦，就是最后我讲活动部分，那多的我就不讲了啦，因为助理费的部分，高金素梅委员他有写了一个文章，就表示说他需要很多的助理，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很多全国都是选区，但是现在有2个部分比较麻烦。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办公室主任叫张俊杰，好，张俊杰的女儿在中国大陆搞音乐啦，那他报助理这个会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只能在中国大陆，这个可以当公费助理吗？这其一，好，这个就是，我就说为什么起诉他，是我把理由跟大家讲清楚。第二个，就他办公室主任叫做陈志煌。那陈志煌大家一定不认识，可是他弟弟大家认识，他弟弟就是那个蛋黄酥陈耀迅。那个蛋黄酥很有名的弟弟啊，对，蛮好吃的。那他是哥哥嘛？他做什么？他做高金素梅委员的办公室主任，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出现了一个争议，就是说他在这个生了小孩之后，他去申请了育儿津贴。那我先把规定跟观众朋友报告。那为什么北检起诉他？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啊。高金素梅委员他主张自己的清白之后，我们就看怎么判嘛。就是当他的办公室主任申请了育儿津贴的状况，必须符合我们劳动部，就是他留职停薪，所以申请育儿津贴嘛。我没有工作了，所以我回家顾小孩，我拿津贴。有没有请育儿津贴？有15万。可是他这段期间，检方发现说他还是继续工作，那你工作怎么能做白工嘛？所以他发现办公室的那个助理费造册，这就是检方查的哦。我们后续还要到一审法官去判。找了另外一个阳性的这个助理来请领助理费，可是那阳性助理是人头助理，所以他的办公室主任等于继续工作，也继续拿办公室的助理的薪水，可是多拿了一份育儿津贴，这个叫诈领育儿津贴。所以我觉得这2部分会比较麻烦。那至于快筛，因为那个时间7万多剂的快筛，民众都大家会担心。那他说我用一个人100剂的方式去拿了太太，他是要服务选民，我觉得那可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可是刚刚所讲的第一个育儿津贴，第2个就是帮他的这个张俊杰前主任的那个女人人在中国大陆当助理这个事情，可能这2个部分比较麻烦一点。那这样判12年半嘛？他就是我刚刚讲的前3个加起来，对啊。我这边先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既有关于助理费还有育儿津贴的部分，那一定是他们要拿证据来攻防。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检方的一个说法，那律师在法庭上面当然会提出他们的这些相关的证据。但是这整个案子当中，我之所以说它这里面有很多逻辑的这个问题，我提3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2月的时候去调查高金素梅的时候，调查局国安站出手。调查局国安站出手哦，大家就想说，哇，那这个一定是跟国安问题啊，跟反渗透法啊，然后跟国安法啊有关。那我想要问大家，到目前为止被起诉的这些案件当中，有哪一个跟国安法有关？有哪一个跟反渗透法有关？
为什么会先由调查局国安站出手？出手了之后，现在查的这些细节的事情，跟国安法跟反渗透法有关吗？所以你要说这件事情有没有罗致这件事情，大家先看这个整个的顺序。第二个部分是啊，他调查张俊杰说他们的这个协会，然后去领这个补助诈领费的这个案子，他调查的时间是什么？是民国104年到民国107年，今年已经是民国115年了。换句话说，他调查的是8年前到11年前的事情。各位，你知道我们的税捐稽征法规定，我们的会计凭证要保存多久？会计的这个凭证是保存5年，当然是要决算完了之后，然后保存5年。所以呢，今年结束了，明年决算，然后之后你只要保存5年。我们的会计凭证，政府给你收税的事情，都5年之后不可以再来跟你计较了。结果他现在要去查他8年前到11年前，然后说他用不实发票。我其实非常好奇，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有问题的，为什么会中间隔了8到11年才去查他民国104年到107年？他如果是查民国114年的事情，那我觉得合理。他查的是104到107，2015年到2018年呢。张俊杰他长期的从事原住民这个原权运动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所以他的女儿就是马祖卡的太太，这样子，他是长期的在这个原住民运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说高金素梅有非常多的质询内容是广为流传，然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关注，而且他的那个深度是非常深的。其实张俊杰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一次刻意去砍张俊杰，而且好像把他打成了一个诈领的高手一样，就整个就围绕着他。我认为其实是要断了这个高金素梅在问政的时候最重要的背后的这一个，就是他的这一个灵魂人物。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提，我没有办法理解检方怎么会去查8到11年前税捐稽征法都不查的事情。最后一个我要提的是快筛试剂，我觉得这是在政治上面大家最有攻防的。那个时候对原住民来说，我想赵先，如果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的规定是说，你如果没办法拿出快筛试剂，然后呢是这个就是没有感染的证明的话，你不得上工。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然后不得到学校。那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条件打零工的情况非常的多，然后家里环境又非常的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快筛试剂，小孩子不能够念书，大人不能够去工作。我请问各位，这个困境是谁造成的？是赖清德政府，是民进党政府造成的。那当时高金素梅其实是募了很多的款，然后呢去进口了这些快筛试剂。那时候演艺圈的人很多人都有捐款，目的都是希望帮原住民的朋友。现在原住民的朋友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高金素梅帮他的忙，可是他却因为这件事情而牵涉到了官司，这是一个政治议题。休息了再回来。好，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了，非常重啊。那王宏威说：“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保护伞？为什么就笑在野党立委说要颜会？来怎么看这个？我觉得我提一下哈，我们现在其实助理费啊，一个月大概就是在54万左右，但中间其实调过几次调薪，但我们调薪的时候也当然也要给我们的这个助理啊同步调薪大概54万，然后呢加班费大概在9万块左右那你看以我来讲我在立法院一个办公室，那我在我自己桃园的，因为是单一选区就一个办公室，我光这两边的人，我要请的人数，然后专业的人要给他足够的薪资，其实这笔费用都已经快不够用了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洪孟凯他有7个选区，每一个选区只要放1到2个人，总要放个1个
一个行政小姐，一个做选服的人，只要1到2个人，那再加上国会这个地方真的完全不够用。我其实无法想象，像高金素梅委员，他其实在全国哦，其实像他也常常到我们桃园来，有时候到屏东去，台东哪里他都要跑，那他不可能全国了，真的是全国，那他不太可能说只用一个立法院为中心，然后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他一定到处都有人。所以我常常在想，就这些助理费，那怎么样还可以让他有余裕去所谓的这个贪污助理费哈？当然，我觉得说今天这个检方或将来其实到法院有多少证券办多少事。那刚刚因为伟汉讲了一个啊，但是细节我没有看，就说他因为有说到他一个助理哦，有领助理费的助理，其实是在中国大陆嘛哈。其实我们以前在桃园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哦，那这个案例是其实有个议员哦，当时他也是助理费被人家检举，恐怕是被对手或者是同选区人检举说他的女儿在美国，但是呢还是在做他的助理哦。当时有在办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后来其实检方是不起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就是那个网络崛起，那这个民意代表他比较是传统的这种跑马路的方式，所以他所有在网络上面的这些经营什么，其实就是他女儿从这个美国就是等于跨海再来帮忙他，所以其实我觉得状况是非常的多的哦。所以其实以高金素梅这一次这样被求刑哦，我看非常多的人，网络上也好，很多民众也好，就他其实都不相信。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来自于就他们对案情内容不懂，可是他们来自于其实现在对台湾司法的不信任。你去看，在这个赖清德他们这个执政的政府里面哈，司法这一项其实不信任度是最高的哈，大家都不太信任。所以其实不管是所谓的办绿啦，或者是司法不公正啊，又或者是像洪威所讲的说，如果要说这个是什么颜慧是保护伞金钟罩，那真的是到底谁给吴乃仁这样子一个保护伞哦？这么大的案子哦，这么大的金额哦，是这个台糖嘛哦，这么大的金额，23年这中间都没有办法办吗？到现在才要办，才要具体，结果人也跑了。所以其实为什么老百姓在看高金素梅这个案子，一来过去其实高金为原民捍卫，二来其实他对很多的公众议题其实是非常认真的，非常的努力在做。那么三来刚才讲到快筛试剂这个事情，除了凤馨所讲的哦，说当时其实快筛的重要性哦，没有快筛不能出门，所以大家都缺，所以高金当时去做这件事，那我就要讲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哦，我们党团哦有针对就是那个200万的小吃店，就去标了这个16亿的快筛的这个采购，我们还记得这件事吗？我们也有去告啊，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这样子的双标，其实老百姓是没办法接受的。嘉宇。以前我在立法院的时候，青岛2馆刚好我办公室隔壁就是高金委员的办公室。那我记得他办公室常常就是你知道人来人往，进进出出非常的多。那这个也常看到高金委员呐，确实是风姿绰约。但是撇开这个不谈哦，他这次的事件其中一个就是助理费的事情。那助理费这个里面呢，其中这个坦诚的包括他的弟媳。那他弟媳的说法是说，他跟他高金的弟弟离婚之后不到1年这个时间内那个账户里面的钱全部就被转出去了这是他在这个检方问案的时候所答出来的。那所以这边坦诚就是在助理费上面呢，光是这个贪污罪就是7年以上的重刑。那当然还有其他说快筛等等，刚刚伟汉哥也有讲。除此之外，高金还有另外一个现在还在侦办中的，就是他有可能涉嫌用他弟弟的人头买了4间的豪宅，那其中是不是涉及洗钱或者是金钱的流向等等，这个是检方还在追查的。所以这个事情对高金来讲，就是说对检方就是多少证据做多少事，那未来是不是会判刑等等，我相信就让司法检调去厘清。那讲到吴乃仁的案子，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觉得说应该要持续的侦办，而且应该要罄竹到案的那虽然现在才发布要把这个吴乃仁这个列管或者是要逮捕，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没有抓到吴乃仁人在哪里那我觉得不分蓝绿，大家对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对检方对司法人员来讲，不应该用政治去抹杀他们的努力，不管蓝绿该办就办。而且助理费的案子在这几年来是不分蓝绿，几乎每个这个政党都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用政治去把这件事情去定调，甚至变成司法迫害或政治追杀，或去扯到其他的这个蓝绿，我觉得都对司法对检调都是不公平的。老沈，所有的司法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通常我是不评论的，尤其是高金的案子很复杂很多那国民党除了那个王宏威以外，
另外有一位，我本来去猜他一定有意见，他果然意见很早就出来，他跟洪为的看法一样，就是说把吴乃仁扯进来了，说你总统双标啊，那你迫害我们的人啊，然后你自己保的人现在逃之夭夭。我觉得这个是这种第一时间点基于同志爱，我没有意见，但是这是一个第一招了。哦，还有刚刚我们万委员讲的说，现在大家对司法不信任，用司法不信任来美化这个案子，或是什么，或替他讲几句话，我也觉得不可取了。哦，但是我再讲下去就得罪人了，差不多可以了。好吧，这个沈伯洋哈，选台北市长哈，他说他没有主张盖步道。那公务局呢？所以你难道要盖在空中走廊？我也听不懂他们到底。沈伯洋现在讲我也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哈。说大众走天际线哦，所以呢，台北市就说啊，没有步道怎么连接大众走到天际线呢？哦，那蒋万安说什么叫做天际线呢？哦，不太懂啊。哦，那你到底问题是什么呢？我才有可以给你解方啊。柯文哲也说我听不懂沈伯洋讲什么。第一个我想到天际线。因为沈伯洋说要打造大台北天，就想到屋顶啊，屋顶不是天际线吗？哦，然后呢，张景生把两个都骂一顿，说沈伯洋问题也不对，蒋万安答复也不对，哦，所以原来是他规划的，哦，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他本来要扫市场，因为下雨取消了，所以呢，杨指导议员就说，杨指导议员就说，摊商都在室内，成功市场是新改建，非常好，成功非常卖的东西啊都非常好哈。说你不在乎大安人吗？哦，到底怎么回事？在室内都搞不清楚嘛哈。吴佩宇说是因为雨天呢不打扰摊商民众，它是一个室内的，你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成功市场它是改建的一个市场，我们看一下。台北市是个盆地嘛，站在大马路哦，看到路的尽头就是山，然后大概半个钟头内都可以达到那个登山步道的起点。2022年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台北大纵走祈愿活动，如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说，市府应该加强交通路网规划，连接大台北天际线，但柯文哲听完一头雾水。那个台北天际线我是听不太懂的，因为当时设计台北大纵走的大部分都是在零线上，台北天际线，我第一个想到是屋顶，因为人家说我们台北这个上面都铁皮屋了，不要讲出来，然后大家要想搞半天，这个就是不好的政治宣传。爬山的朋友们所提出的，那他们的意见应该是要被尊重才对啊，我觉得，而且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他大概16、17年的时候，刚好也是柯市府的时代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可能忘了，他可能有点误会了。在2016年底，的确有山友提出大台北天际线的构想，横跨基北北桃串联时段12条步道，全长250公里，大多是原始山径和中级山棱线，算是有点困难的长距离步道。而大纵走则是总长130公里，分为7+1段，结合登山步道和自行车道，比较亲民。沈伯洋说，应该要思考如何连接大纵走和台北天际线的断点。但不止柯文哲听不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反酸。我们其实对于各界的建议，我们都持开放的态度，但前提你必须要了解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方，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听得懂。关于交通路网，其实公运处还有大地处也都已经有清楚完整的说明。沈伯洋抛出天际线再升级，这政策愿景似乎已经比山径路线更蜿蜒崎岖。沈伯洋今天本来是要拜访成功市场的啦啊，因为摊上也很多嘛，买菜也有人哈，所以呢，沈伯洋的这个公告就是说，原定今天6月9号礼拜二上午9点半到成功市场的行程，因天候状况不佳，临时取消，敬请见谅。当然就被杨指导笑，真的是一个改建过的新的室内的市场，在外面一个摊贩都没有，都在室内，所以居然天下雨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再回来。新北的三重到底怎么念呢？哦，那张之豪议员说呢，李书珊念错了，哦，说在地人不这样念啊。李书珊说啊，笑死人了，啊，台语是我的母语，我没念错，哦，而且呢，你苏贞昌也这样念呢，赖清德也这样念呢，大家都这样念呢，
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哦，先看一下。不知萝卜不好吃，汤嘛好吃。用台语分享三重美食卤肉饭，李四川接地气，只是三重的台语念法，网友有意见。在三重上好吃的萝卜饭，无吃萝卜饭就是无来三重。网友质疑，听到三重能力，全身不对劲，称正确念法应是三重。讲到这真正笑死人，我的对手的爸爸施院长伊嘛讲三重，还有赖清德总统伊嘛讲三重。那为着选举，连母语也会拿来抹黑，真正是我嘛唔知影要讲安怎样。三重泸州这个所在，转来到咱新北市三重泸州一带，呼吁苏草会阵营别打负面选举。不过苏版否认对手指控，而对苏草会来说，民众党的记者会才是负面选举。苏巧纯走到哪，政府的补助就到哪；苏巧纯走到哪，今天国家辛苦的纳税钱就到哪，这已经不是绿油油的标案了，这就是苏家的炼金术。民众党在爆料指苏草慧的妹妹苏巧纯，2023年担任威如科技旗下公司的执行长，之后便陆续获得经济部344.6万及文化部250万元的补助，质疑没有利益回避，呼吁北检和监院尽速调查。李四川民众党阵营今天早上的记者会是乌龙的指控 ，Aquaswap 并非威如科技的关系企业。威如只是技术提供商，就跟许多厂商在脸书上卖东西一样，并不代表该厂商是 Meta 的关系企业。点名民众党就是李四川阵营，苏办强调苏巧纯非威如公司股东，没投资、没职位，也没领薪水，威如公司的所有标案皆与苏巧纯无关。好 ，TBS 的民调，新北民调，李酸39.2，领先苏巧慧的33%啊。另外呢，特别大家关键年轻族群都是这样，因为觉得苏巧慧比较年轻嘛，哈，就尤其在20到29岁，李素兰都36.1赢苏巧慧28.1，赢了这个8%啊。特别在30到39岁是41.1比28.4，差了12.7%。反而年纪大的呢，差别比较小，年轻的反而差别比较大，这有点让人家觉得意外哈。那另外呢，教育程度，哦。这个李素川输的是国中以下的，还有区域是树林土城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学历教育程度高的哦，然后呢，其他地区呢支持这个李素川比较多哈。这个昨天 TVBS 的民调，李四川赢了6.2%，在网络在媒体传播的很多哈，好像给了李四川一点信心。那你刚才特别点出说他在年轻的两个族群里头领先，主要在那个部分。我要破解这个。为什么要破解？我要让李四川不要因为这个而放心，而觉得说稳了。你晓得这个票来自这个赢的6.2%来自什么地方吗？我看了一下，他取样一共是1002，那民众党支持民众党的刚好是1000里头的10%。那民众呢？支持者支持李四川比支持那个苏巧慧的多了，是77比8，所以刚好多了7成。你10成乘0.7乘0.7是多少？是7%。所以你这个7%拿掉以后，那李四川赢得6.2%完全没有了。所以呢，李四川今天在 TVS 的民调里头，之所以赢6.2%。完全是民众党，所以小心哦，小心哦，这个你还不能很放心。你民众党的支持者，你得罪不起的。你之所以赢，完全赢在这里。黄国昌已经把他那个原来的竞选总部交给李四川，在一起这个共同造势啊。那因为道理也很简单，这个民调做出来哈，民进党的支持者跟国民党支持大概都是23%左右。对，两个政党支持差不多的，对啊，所以没有机构效应，没有哎。那好吧，就是这样吧。来，我先谴责一下 TVBS 啊，我在 TVBS 谴责 TVBS， 你的民调做得太慢了，所以逼得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花钱委托你来做民调。确实 TVBS 的民调真的比较准，可是呢，我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人来跟我抱怨说 TVBS 的民调真的很贵，但是它就真的很准，所以。他为什么？所以我这边先说一点啊，就是说 TVBS 的民调有一点，就是他对于谁领先、谁落后这件事情，他是
不会去关注的，他只关注最后对照出来的结果，它准或者是不准。因为坦白说，它是个盈利单位哈。那目前为止，我想我看了这个各个民调中心，已经看了20几年的民调了。TVBS 的民调确实是越来越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很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好，李四川的民调我同意，就是说他在年轻族群这个部分的领先，对李四川来讲帮助非常的大。那我也相信这里面民众党的支持者可能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例，这悄悄就说明了这次蓝白合它的1+1大于2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北市啊，过去叫台北县，它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的人口结构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当中最接近全台湾的人口分布。最接近哦，不管是你就这个，如果你要用各式各样的族群来划分的话，还有每一次的投票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全国的分布。结果新北市跟全国的分布其实差距不大，所以新北市其实是一个5-5分的地方。他本来在竞选的时候就困难，那李四川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乱了步伐，重心点都放在，哎呀，我虽然年纪大啊，但是如何。其实你把年纪抛在一边，你就是去做一个你是会做事的人，你会发现年轻人是接受的啊。不管说他是不是民众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接受会做事的市长这件事情，看起来有发挥效果啊，那就好好继续做下去。麦玲。在这个民调当中，当然就是一份民调出来，最终不是看那个数字了，还是要看这当中有很多的分析，还有趋势等等哈。不过我是看到一个地方哦，就是说除了民调这次有06%之外哦，那我们看区域哦，大概这个新北大概分成5个次分区哈，那几乎川普他都赢哦。那中间呢只有一个就是属于那个苏巧慧的本命区，就他自己立委的选区，就是树林莺歌哦，他输，但是也不是输很多。那但是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台语那个什么三重哦，这个我就没办法，我台语也不太好哈。就是在这个三重跟这个新庄哦，大家普遍都说这个地方是其实比较绿一点哈，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川普也是赢哈，所以我想哦，我们在看这个川普投入这个选举，确定要参选之后哦，可以说铺天盖地啦哦，这个网络上面呢哈，各式各样的这种攻击抹黑 AI 的作图啦，去这样子对他进行很多的这些攻击等等哈，我觉得他还是照他的步伐在走，所以民调出来的时候其实还蛮漂亮的。不过呢，因为新北市整个人口数非常多，区域非常大，那这场选举还有半年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步步为营啊。不过当然，这个林楚英也说哈，李志川也要注意了。的确 ，TVS 1月的时候，李志川是赢苏巧慧15个百分点，哦，但是到了4月，其实4月就6个，那现在6月还6个，就算是平稳了。最怕说1月15， 4月变赢6个，然后到6月变成赢2个，就麻烦。哦，但是呢，基本上就一路还是赢，到了4月就平，在6%这上。但是昨天我们讲6%对李志川还是个警讯，赢得不够多，因为民调，因为他这边这个民调说要去投票的81%多。投票到时候不会投这么多的，对，有70%投票率就不错了，没错，哦，有70%，有70%就不错了。所以呢，所以李川虽然这民调对他来讲可以稍微吃一点定心丸，但是呢，离那个胜选其实还是没有把握的，对不对？因为 TVB 的民调很准啊，所以大家就要把它摊开来看，而且呢，切记不要张飞打岳飞，你拿其他的民调来比。那观众朋友，刚刚主持人跟大家讲的这份在这里哦。因为这是这一次由这个国民党的新北市议会党团委托 TVS 做的，因为 TVS 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太多时间没有办法做了，他并不是他主动公布的，主动公布会公布在网络上面，39.2比33，那观众朋友差6.2，如果明天投票的话，应该就是李四川赢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看的趋势是，今年的1月16号同样是 TVBS， 李四川是47，苏巧慧是32，苏巧慧没什么动呢，32、33，可是李四川从47。掉下来变成39.2，这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年1月的时候，黄国昌还没退选，现在6月黄国昌已经退选了，所以照理讲，你应该要比他更高，甚至上次是47，这次是不是应该要变成到49到50了？没有。所以简单讲，李四川是根据这个民调是能赢的，可是呢，你跟苏巧慧的距离是拉近的啊。所以你去看各区，你倒不如去看1月的时候为什么赢更多，各区一定赢更多。第二个。其实三芦地区算是传统绿营在新北市的票仓，那这一点很清楚的，观众朋友，我就不用在这边多讲了。你看捷运刚开通的时候，第一条那个哈，因为我以前念辅大，那个有经过
的那个线三重站三重，结果呢，阿贝亚讲说在沙顶坡啊，后来改了。2016年的时候，三重捷运站改成沙顶坡，可是现在后来捷运不是还有泸州线吗？它有一个三重国小站，观众朋友你有搭过吗？你去搭看看，三重国小，它就没有沙顶坡国小了。当你后面有接了，所以三重跟沙顶坡都可以啦。但是我是觉得哈，因为以及现在炒这个，为了要增加地方的选票，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刚刚不是吃肉霸崩吗？沙顶坡肉霸崩非常多间啊，他的小编应该这时候就该吃。我说平常工程川，他就去找一个地方有名的肉霸崩，李志川对不对？然后一边吃都这沙顶坡的肉霸崩赞，就是你就翻页啦。你要讲给让地方的没有，我是说你一直在讲说沙顶坡三重，沙顶坡三重，因为现在目前大家讲说你是不是讲错？可是刚刚画面出来，确实苏贞昌跟赖清德也讲过三重啊，对，所以三重、沙顶坡都是地方的说法，不用去讲说哪一个错了。我补充一下哈，刚刚这个暐瀚讲的说，黄国昌退出以后，你应该要上来啊，怎么反而下去？我告诉你，根据我刚才的论点啊，黄国昌的票没有跑掉。黄国昌的就是7%，继续进到川北啊，所以川北啊，这段时间落了是让你对。我告诉你，我不用看以前的，就晓得他失去的票是中间选民，因为现在中间选民2个人是平手。那我认为上一次我不用看，上一次川北啊，中间选民一定是领先，中间选民下来了。好吧，加强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高雄有一个天坑，哇，这么大说为什么？是因为污水管破裂，把路基掏空了，所以赶快去灌浆那另外呢，这个68条土石流警戒，所以呢，1900个住户撤离了。昨天才是第5波封面的人是第一天头天大雨，未来还要搞1个礼拜还下1个礼拜对。陈千迈说，大型封面还没到，就我讲的还1个礼拜，未来1个礼拜天气都不好随时有这个强降雨这个雷击什么都有可能那当时市民就喊说韩国瑜通过5000个天坑的考验，当时韩国瑜高雄市长说我不认为，考验还没过他说呢，这个前天场大雨横扫台湾，有人说高雄通过考验，所以那次是通过了，但是呢我不敢讲，因为20-30年的积弊成疴不是几个月就可以补救完毕的。看一下。坑洞的现场看到已经拉起了封锁线，相关的人员也到场场勘，而看到呢这个坑洞的大小大概是呢长3.5公尺，宽2.5公尺，深2公尺。而这个坑洞目前来讲，四周围都已经架起了三角锥，并且拉起封锁线，避免汽机车的人通行。而这状况是在高雄的凤山区福城2街，由于呢西南气流的关系，其实这几天呢高雄呢都呈现了下雨的状况，但没有想到呢，在今天的时候，竟然出现路面有坑洞的状况。可能原因是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导致柏油路下方的土壤呢造成流失，所以才出现塌陷的状况，而避免的范围越来越大。目前呢，相关的单位呢也在现场勘查。来，暐瀚，这个画面在高雄一出现，马上要回到那个5000个天坑，不过现在是这个啦。因为下大雨，当然，那下大雨它不是下大雨才是这样，它先前就应该已经这样，它地基下面已经流失了，所以雨一来以后才空。那因为先前韩国瑜大家知道，哇，这一下子晃眼8年前了，他当时2018年在选的时候是这种大小的，然后会有比这个更大或比这个更小的，到处都是，所以骑机车人骑到一半，不只是汽车掉下去，连车都陷下去，民心就变了。所以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代表说现在目前这一块，那当然高雄市政府要去了解它为什么这块地基掏空，是周边发生什么问题？那雨一来以后就要被检视了。那我是说了因为民众关心的这个跟党派跟政治也无关，你不能让老百姓在生活上面面对这样的恐惧。如果我在骑车过去的时候突然陷下去的时候，那多危险！高雄骑机车人特别多。2018年为什么会翻转？就是因为对这样的基础建设不满意。那这几年下来。当时我们刚刚讲李四川在高雄当副市长的时候，他大概铺了一半的路，后来没有继续做完4年嘛，所以他没有继续做完。李四川的路平灯亮水沟，我说为什么会老百姓会满意？就是把路给铺好，把水沟给疏通，把路灯都弄得很亮，老百姓是会满意的。扎扎实实的做工程，真的不要偷工减料，不要在中间捞钱。
今天有多少个公共工程敢讲他没有偷工减料，敢讲的是扎实的做？你说郝柏村当院长的时候，把几个县市长、淹水县都找来，在行政院开公共工程督导汇报，我那是环保署长嘛。那个陈玉是公共工程会那个什么主委在那边，郝柏村就问了：你们这些县市，你们告诉我，政府在你们这些县市花了几千亿做治山防洪工程，哪一个工程敢说没有贪污？哪个县市长敢说你们没有偷工减料？站起来举手，没有一个敢举手。他都知道怎么回事嘛。来，嘉宇。现在极端气候，所有的县市长其实都是应该严阵以待，而且这样的天坑不是只有在高雄，台北市之前也出现过，所以类似的问题其实对县市首长来讲都是一个考验。那你讲高雄陈其迈的施政，柯志恩最近一直频繁的跟陈其迈站在一起，代表说他也希望能够沾陈其迈的光哦。陈其迈在高雄是有受到肯定的。再讲到新北哦，你说李四川他又当过高雄市副市长，又在新北、台北又待过，所以其实这些问题最后回到李四川身上，大家也会检验说，过去你所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成效？而且刚刚讲到他的民调哦，除了说从1月到现在他的民调掉了一半之外，大家可以看今天有个新闻，这个新北市的议员江宜臻哦，他宣布他不再竞选议员的连任，很多人就在联想说，因为他的选区跟这个苏巧慧刚好是重叠，是不是看好苏巧慧有可能当选新北市长，他要去选这个立委等等，这个也是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李四川的选情，蛔虫当到这种程度，所以当李四川的选情在不断的质疑声中的时候，我觉得对他的这个选情民调各方面的考验其实是蛮大的。老沈。我觉得像那种已经见天日的显性天坑，当然惊心动魄。因为如果你不信，刚好经过穿过去，噗下去，还是完蛋了啊！但是我觉得隐性的、没有见天日的更可怕天坑，大概起码我们要讲听应该几倍，我们讲了又被陈时温拿去告了。对的，因为我们上次没讨论，我们上一次就讲，因为我们上次就讲隐形跟显性的嘛，冰山一角的嘛，所以我觉得隐性的天坑在哪里呢？在交通的干道，同时有上水或者是下水道的干道并行的啊，因为那个干道水漏了啊，水漏就慢慢的把土吃掉了。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我觉得政府如果你用心的话，你应该可以想办法去测试哪个地方有坑啊，哪一个地方有坑，不需要它变成显性的，你就要把它挖掉，把它弄好嘛。这个不容易，你怎么测？因为你有那个什么非破相检验去检验，你觉得这不可能吗？不容易的，要做有方法。你觉得这不可能？这绝对可能的。它上面测一下，底下都是空的。这个太简单了，不可以测，不是没有那么简单，有那么多条路。来，放心，那要愿意测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之前高雄市曾经发生过气爆事件，那后来气爆事件之后就发现说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装管线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装错了。可是那个管线能不能检查？能检查，但是从设置之后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检查过。但那一位官员后来还当了这个部会的首长，工程委员会的主委，然后还当了中华邮政的董事长。你就知道说，其实呢，只要你跟对了人，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所以其实这里面分2个部分呢，一个部分其实是路面下，我们看到的是路面上的坑，可是实际上要检查的是路面下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西南气流，其实首当其冲的是高雄、嘉义、屏东的山区。西南气流对这3个地区的山区其实影响非常的大，那极端天气对于这3个地方的考验也很严峻，所以我当然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可是如果说第一波的封面就是如此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就是其实我是本来想要讲说，我们的重心点是国家的防灾中心，要整合很多的单位，因为我们现在是分散的，你知道这个计算说豪雨会不会致灾的是气象署，可事实上气象署它有很多的细节它是不知道，比如说那个土石的松动的状况啦，那个是农委会他们的这个水保单位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又有很多属于地质方面的事情，那又是属于经济部地质研究所的这些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防灾中心其实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现在致灾这件事情已经不单纯是雨量了，而是牵涉到下了雨之后，它从山上所带下来的泥沙、土石等等各种状况，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形？主要现在因为它这个所谓的爆裂的天气啊，它可能雨量一年是一样的，但是它集中在几天里面给你下光，不是平均哦，所以就很麻烦了哦。那常常水库也是啊，这水不够了，照理讲一年的雨量并没有减少啊，可能还一样啊，它没有办法 hold 不住嘛啊。所以这种极端的气候就麻烦这边非常极端。我补充一下，像马太安溪啊，其实科学月刊哦，在5月号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研究，我看了之后很感动。他们直接就有去踩踏那个整个的过程。你知道，他现在因为大量的土石泥沙已经垫高河船垫得很高。那么前天的一场大雨为什么会发生？差一点让人家担心的事情，但幸好所幸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就是他那个河船已经高到一个随时会致灾的一个状况，不是好雨才会致灾，大雨都会。那个邓姓工地主人的命真大哎，福大命大，他开个吉普车卷走了。哦，他是那个什么蓝沙的什么工地主任，他是去找到车子啊。人不见了，吓死人了！人不见，晚上8、9点人找到车子，人不见了，一定挂。我早上看报纸，我想一定挂了。就后来看到中广的临时新闻说找到了，在一个石头上，他早上4点躺在那个石头上，力气都没有了。结果光要救他，就从一堆人去救，就到9点才把他救出来。可是他是执行公务，其实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命大。我觉得我都要特别讲一下哦，因为刚刚嘉瑜讲说啊，现在柯志恩都黏着陈其迈哦，没有这种事哦。我们都知道，其实嘉瑜很多的行程也都是蒋万安出席，他会出席嘛；张善政出席，我们会出席嘛。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行程、很多的活动，那就是会邀大家，市长会去，民意代表会去。那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柯志恩其实真的跑得非常勤。那也有很多的活动都是非常欢迎邀请柯志恩去的哦。那当然讲到高雄，大家不免都会想到这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哦，他的演唱会经济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做得不错了哈，大家都觉得说，在那边带来很多这个效益在。不过天坑的这件事情，还有港都变水都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存在。那我们都一直在讲说这个极端气候，极端气候，那极端气候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哦。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这个前瞻计划高雄的治水当中，其实它大概就拿了1200亿左右哦，所以很多的经费下去，其实我觉得还是照刚刚讲的，经费到了，但你要去思考怎么样踏踏实实把这个工程做好，才不会辜负这个预算。1000亿的经费下去，真正后来用在工程上到底多少？有没有500亿？我都怀疑。我告诉你，不要讲这层发包啊、搞啊、弄啊，哦，就是真的到工程上多少？哦，就是这层。其实最难监督的就是地面下的。